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，中国人解放军第73集团军的特种兵首次展开了海上跳伞训练。那么，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呢？按照媒体的说法，它抢滩登陆可能会遇到礁石阻碍，那么舟艇呢无法靠近，这时候就要以伞降的方式靠近海岸，再求渡前行。这是一个以生命尽数的训练科目，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。大家注意，这次的训练是特种部队的训练，而不是大规模的空降。很多人会提出来，如果你是抢滩登陆，你跳伞的地域为什么不在岸上？实际上，未来的战争呢，可能是千变万化的，什么样的情况都会遇到。那么实际上，一般来讲，大规模的抢滩登陆，既有水面上的部队，也有空中的部队，是立体式的作战行动，包括直升机机降、伞降。那么伞降呢，又包括跳在岸上和跳在水里。那么，即使是你在岸上或者是岸边跳伞，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伞兵都能够跳到岸边，有可能会落入水中，因为受当地气象条件以及跳伞员这个操纵的影响。一旦你跳到海里，就会带来相当大的问题。首先，如何在最关键的时间节点，人和伞分离？如果你跳到海里才分离，恐怕就会对这些伞兵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。因为在海里，你要是脱不了伞，就会被带入水里。那么因此，在入水的瞬间，人伞必须分离。你就是跳到水里之后，求渡前行，这个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。我曾经呢进行过武装求渡这样的相应的演训。那么穿上军装，背上一支枪，带上4颗手榴弹，再背上水壶、鞋子，要想求渡前行是非常难的，有几十米都非常困难。那么你跳到海里带上武器，这种求渡要比一般的武装求渡更难。那么如何保证这些伞兵的生命安全呢？你可以穿上救生衣，浮在水面上向前滑行，但是穿上救生衣以后，你的前行速度就会大受影响。因此，一般抢滩登陆的伞兵活动，往往应该是在岸上跳伞，而不应该跳到水里。但是你很难保证所有的伞兵是吧都能够在岸上跳伞集结。那么跳到海里怎么办？这个是必须经过特殊训练才能保证你的安全，而且达到作战目的的。何况有些特种兵还必须趁着夜色，在岛礁的附近跳伞，然后悄悄地求渡到岸上。那么这样的训练需要相关的部门组织特种兵加强这个训练的。可以这么讲吧，海上跳伞可是要比陆上跳伞复杂得多，危险得多。尽管它的风险更大，那么在部队的日常训练中呢，这样的演练演习也是必须实行的。如果不加强训练，一旦在战时你跳到海里，恐怕就会非常危险，不但达不到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这个目的，甚至呢还会给自己的生命安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海上跳伞还是有必要的。但是实际作战的过程中，我个人认为还是尽量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。能跳到岸上达成作战目的的，尽量往岸上跳，无论是机降的方式还是伞降的方式，都是如此。因为战斗员在海里的作战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而且他的行动力也会大大的减缓。伞兵的训练是多种多样的，只有平常加强训练，暂时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的作战目的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